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7月18日啊。今日講咧文明古國，上次我就講到埃及啦，今日咧集中講羅馬同中國。嗱，上次咧我就考證一樣嘢，就係習近平總書記咧喺2016年啊，就發表一篇文章，去到埃及訪問啊嘛，佢就話咧。中國同埃及同為文明古國，兩國人民友好交往追溯久遠啦。2000幾年前啦，中國喺漢朝嘅使者咧就已經派人前往亞歷山大，古絲綢之路成為雙方嘅聯繫紐帶。嗱咁咧，我就講咗冇可能喎，冇可能派人去亞歷山大喎。歷史書起碼咧西方同埋中國都冇記載過。咁習近平到底點解會咁講呢？係咪佢睇到啲我哋睇唔到嘅資料呢？咁犀利咁啊！但係呢，我發覺呢，唔係冇根據嘅喎。原來習近平咁講，網上大陸好多農場文啊，嗰啲叫每日頭條啊嗰啲呢，就話喂，古代史書所講嘅大秦啊，唔係古羅馬，而係埃及。哇！呢個真係顛覆咗呢2000年嚟嘅想法啦。因為呢，由中國喺晉朝去到唐朝，我哋都知道大秦係羅馬帝國，大秦又叫黎軒，係羅馬帝國嚟嘅。咁啊，而因為咧晉朝嘅時期咧，羅馬帝國分裂為東西羅馬，所以去到唐書咧就記載明咧有另外一個帝國叫做西羅馬同東羅馬嘅，即係有大秦同埋另外一個咧就係東羅馬帝國。嗱，喺隋唐時期咧，即係當時嘅中國人啊已經知道咧呢個西羅馬同東羅馬有分別噶啦。西羅馬咧又叫忽林國，忽林國咧又叫做占國，即係。占國即係拜占庭嚟喎，其實係咁啊，又叫做大秦，古名又叫大秦，同大食國啊係相鄰嘅。大食咧就係咩咧？就係阿拉伯帝國啊嘛。所以隋唐時期唐朝阿拉伯帝國崛起，啲人都已經知道咧呢個忽林咧就係東羅馬，同以前古嘅大秦國咧係有分別嘅咁所以我哋呢度應該清楚啦即係史料裏邊講嘅大秦係解羅馬，唔係解埃及。好，我退一萬步講，佢講嗰個係埃及。都冇寫明亞歷山大喎，去埃及好多地方喎，又冇講到咧去亞歷山大喎。咁咧，我喺影片裏邊就反駁咗習主席呢個講法啦。咁但係即刻有啲人反駁我反駁，佢就話咧，喂，習主席嘅文章寫明朝廷派遣使者前往亞歷山大啊，我竟然係講成咧朝廷派遣使者去到亞歷山大。嗱，咁首先呢，你冇派遣使者前往，咁啊更加唔會去到啦。所以我係從地圖地理嘅角度解釋咧，佢係唔會去到。咁到底有冇前往呢？冇史料記載佢有冇前往，所以我就話啦，無論係前往定係去到，都冇呢種講法嘅所以習主席此說呢，就並冇史實嘅理據支持。咁但係問題就算係退一萬步，大秦國係解埃及，都冇講到係亞歷山大喎咁你即係派人哋去日本，都唔一定派人哋去沖繩噶嘛係兩件事嚟。咁邏輯上咁大家清楚啦。嗱，咁好啦，有好多誤解。咁啊！即刻今日要講到羅馬帝國，因為史料裏邊講到明咧，係派金英班超啊嘛，張騫班超出西域，有一個咧叫做金英嘅人咧，就曾經咧打算去呢個嘅大秦嘅喺呢個嘅和帝永元9年啊，西域都護府咧，班超就派金英使大秦抵條支，條支咧就係今天咧伊拉克同伊朗之間嘅交界地方，就係波斯灣臨大海欲渡，諗住咧經波斯灣就出海但係咧，當時嗰啲安息人咧，即係波斯人啊，就同阿金英講：喂，海水好廣大噶，來往者咧，就算個風好啊，都3個月乃得到啊。如果遇到啲衰嘅風咧，2歲3年都唔掂即係咧，佢去呢個大秦咧要2至3年。咁我哋睇地圖就知啦，大秦要2至3年喺波斯灣呢個冇乜可能係咪咁啊，最壞嘅情況2至3年咧。咁到底佢會唔會係呢個嘅？大秦邊度呢？如果真係要2、3年呢，真係可能去到羅馬喎。嗱，因為大家知道啦，睇世界地圖你就知啦。所謂大秦啊，就係西羅馬帝國，西羅馬叫羅馬帝國啦。當時係羅馬帝國呢，嗰個版圖啊，就係西去到英格蘭嘅就係意大利去到英格蘭嘅，咁啊好犀利啦。北咧係北歐啦，去到咁啊，然後東部呢，就去到巴爾幹半島，去到呢個馬其頓啊嗰啲地方都係受佢哋控制嘅。咁啊南咧就去到非洲北部，咁啊所以咧，如果你要去呢個嘅大秦咧，即係去大秦咧，去好多地方都去得，去邊界又得。當時喺安息帝國即係波斯嘛，你可以完全經陸路咧就進入去呢個嘅巴爾幹半島經土耳其然後經土耳其咧就上去呢個馬其頓
呢啲由呢個埃及人控制噶嘛，或者直頭去以色列啦，係咪？以色列都係由羅馬人控制噶，有讀聖經就知啦。以色列係羅馬人嘅當時嘅一個實際控制地噶嘛，咁所以咧由呢個嘅伊拉克嘅南部，即係伊朗嘅西部波斯灣咧就搭船。如果搭船嘅話咧，就經呢條水路咧，就經波斯灣再入紅海，經紅海咧再去到呢個嘅埃及。埃及都可以係羅馬人控制嘅地方嚟嘅，但係就冇寫明係亞歷山大。咁啊，所以如果2-3年呢，我認為啊，當時好可能呢係波斯人呢就嚇金英，就唔希望呢中國嘅使團呢直接去到羅馬即係羅馬城啊，就唔希望，因為如果去到羅馬城呢，波斯人就冇辦法壟斷絲綢之路啦。絲綢之路由張騫嘅時期開始就已經呢就鑿空咗西域，咁所以呢。呢個嘅波斯人、中東人嘅一啲嘅物資就可以運到去中國嘅，咁而咧中國嘅物資亦都可以運到去中東，喺中東咧再運去西羅馬度販賣，咁呢個係佢哋發大財嘅一個方法嚟噶嘛，佢哋梗係去呃阿金英，嚇佢2-3年，咁金英咧嚟都嚟咗啦，佢又冇去埋，佢又翻轉頭喎。佢又唔會因為嚟都嚟咗就照去啦，即係煩咗幾年啦，咁啊玩多2-3年有乜所謂啊？佢就冇，咁啊佢翻轉頭，咁呢個呢，就係中國派遣使者去羅馬嘅歷史背景。咁但係問題呢，羅馬有冇派遣使者翻去中國呢？根據史料係有嘅，中國有派使者去羅馬，但係去唔成。但係羅馬有冇派使者去中國呢？有好多資料呢就有呢個記載。嗱，首先有一個資料呢就好笑嘅。呢個資料咧就喺《後漢書》和帝嘅第紀和帝本紀。咁喺和帝嘅時期咧，冬11月啦，西域蒙奇兜勒而國，有2個國家，一個叫蒙奇，一個叫兜勒。咁有啲學者認為咧，蒙奇兜勒其實係一個國家嚟嘅。當時咧寫史書嘅人搞唔清楚，佢以為2個國家內附咁然後蒙奇兜勒咧其實就係 Monkey Dollar。其實就係馬其頓嚟喎，馬其頓嘅譯音嚟嘅，係當時古文馬其頓嘅譯音。馬其頓喺當時咧就係屬於羅馬帝國嘅一個控制地方。咁佢哋派使者入嚟咧朝貢就攞生意，咁係有可能嘅。咁呢個係咁馬其頓就係由羅馬帝國控制，佢哋派使者入嚟入貢，咁都算係羅馬間接地同中國有交往啦，呢個史料可以睇到嘅。咁有冇啲再重要啲嘅史料？有一個非常重要嘅史料。呢個史料呢，重要嘅程度呢真係厲害啦。佢就寫到明嘅，就話呢個中國啊同羅馬帝國嘅交往就喺呢度啦。就喺《後漢書》裏邊嘅西域傳啊，呢度寫得好清楚嘅。大秦王安敦，有一個大秦王叫安敦，咁呢。就派啲使者咧，就喺南邊，然後咧就獻象牙、西國等等，咁入貢啊，入嚟通商。咁但係咧，大秦即係羅馬啦，羅馬人竟然係獻象牙，象牙一係非洲，一係就印度，一係就東南亞嚟嘅啦。西國又係，西國呢啲都係東南亞嘢嚟嘅。如果大秦要入貢啦。就唔應該係拎呢啲嘢嘅，大秦梗係拎啲白銀啦，拎啲黃金啦，係咪啊？拎啲雕像啦，所以咧當時唔係今天嘅學者唔同意，當時咧寫《後漢書》嘅作者咧都唔同意啊！佢認為咧話呢個講法有問題啊！佢寫咧佢話咧其所表供啊，佢係所拎出嚟嘅供物咧並冇真義啊，冇特別嘅，而傳者過焉。喂，啲人係亂吹嘅啫。即係話咧，呢一個嘅大秦王安敦派咗使者嚟，真係有呢個使者嘅。但係問題呢個使者唔一定係真係代表大秦王，可能只係中間有啲嘅中間商人喺東南亞或者係印度就嚟，然後就冒充話係大秦嘅使者。因為喺羅馬嘅史書編得好完整啊，羅馬嘅史書，羅馬帝國嘅史料都冇任何記載同漢朝係有交往過，咁咧佢哋民間有冇交往？一定有交往，就係經中東，中東壟斷咗，咁佢哋啲人運啲嘢中東，中東啲人再運啲嘢過嚟西域，西域再運啲嘢過嚟中國，係有呢條路，絲綢之路啊嘛，但係就冇直接史料嘅記載佢哋有直接嘅交往，
所以呢個講法係錯嘅。咁咧，我喺嗰段影片裏邊咧，仲有啲人咧講啲錯誤嘅資料嘅，就包括話南越王墓啊，嗱，我30年前去過南越王墓啦，話南越王墓啊有好多咧係同呢個嘅羅馬嘅文物好相似啊，甚至乎喺廣州市人民政府都有咁嘅講法喎。佢話咧，哇，有好多好相似，你譬如話咧，有龐貝，好似龐貝嗰啲異曲同工之妙。佢又講到異曲同工之妙啊，龐貝即係羅馬啦，龐貝係羅馬最大嘅城池之一啊嘛，應該係第2大城池啦。除咗羅馬城之後就到龐貝啦。咁咧有好多好似龐貝嘅一啲嘅物資，咁上面呢啲真係龐貝嘅，而家睇到圖呢啲真係龐貝嘅，下邊呢啲咧就係南越王嘅南越王墓。咁南越王首先我哋搞清楚南越王係幾時嚟先。南越王咧就係西漢初年，其實就係張騫通西域之前。咁張騫通西域之前有冇可能嗰啲物資西羅馬嘅物資就已經運到嚟中國南部呢？咁呢個似乎呢就冇任何史料證據支持喎。民間可能有往來，但係就唔會咁大規模通商。因為張騫咧鑿空西域啊嘛，呢個鑿空西域斷匈奴右臂，就視之為咧張騫咧同埋武帝歷史性嘅勝利。咁如果唔需要張騫鑿空西域嘅，絲綢之路都通嘅，咁冇需要搞咁多事情啊。咁所以呢個講法呢，有啲網民係以為係咁樣。廣州市嘅政府呢，都有似乎呢向呢種咁嘅方法咧去描寫，但係事實上就唔係嘅。你撳清楚入去就見到啦。南越王墓裏邊揾到嗰啲文物咧，銀盒咧、玻璃咧，喂，呢啲係有波斯風格嘅。呢度寫到明嘅係有波斯風格嘅東西，但係其實咧就唔係羅馬嘅，最多係有波斯風格嘅啫。呢個波斯風格嘅舶來品嚟，呢度寫到明啦，係波斯一帶嘅器皿好接近。但係咧，器皿好接近，係佢哋嘅風格好接近嘅。佢哋嘅金屬材料或者係佢哋嘅物質材料係咪咁？咁而家咧同10幾年前、20幾年前研究歷史唔同啊！而家第一，如果係象牙嗰啲係有基因分析嘅，就知道嗰啲象牙嚟自邊度，係嚟自印度嘅就唔係嚟自非洲嘅，係嚟自印度象。喺中國揾到嘅象牙咧，東南亞象同印度象。你打三國志見到咧有象兵噶嘛？當時喺雲南一帶越南、雲南嗰啲咧貴州都好多象嘅，所以咧東南亞象同埋印度象就係留喺中國，就唔係非洲象。呢個係搞清楚先。第二咧就係從啲物質嘅報告而家咧除咗 DNA 之外咧，仲有物質報告噶嘛？物質報告咧亦都清楚說明咗咧，就唔係你想象中咁樣噶。嗰啲南越王墓裏邊揾到一啲嘅玻璃琉璃喂，嗰啲琉璃咧完全咧係有啲係西漢中期有啲係王莽時期，有啲係西漢晚期有唔同嘅地方出到，無論喺廣州還是喺呢個嘅湖南，還是喺河南所出到嘅，其實咧係本土嘅係中國人自己做琉璃。我哋一直以為咧琉璃應該係羅馬人啦。其實中國人喺漢朝已經有啦，經呢個化學成分分析，呢啲完全咧係本土製造嘅嘢嚟嘅，就唔係羅馬帝國運嘅嚟嘅。所以羅馬帝國喺當時有冇同中國有交往係有交往，但係呢啲應該似係民間嘅交往，因為頭先所講啦，馬其頓可能係馬其頓啦，有入貢但係羅馬官方咧就同中土冇交往。點解官方冇交往就係因為中間有波斯帝國，波斯帝國夾死咗呢個嘅絲綢之路咁所以咧有啲人話大秦點解咧？大秦其實就嚟自咧波斯話、安息話，就特先大秦呢個特大咁嘅解。咁呢種係其中一個說法。第二個說法咧就係因為中國人咧覺得西方最強嘅國家梗係秦啦，咁有啲人話仲有一個國家仲勁過秦國，所以咪叫大秦咯。仲有第二種說法嘅，第三種說法咧，史料裏邊咧亦都有講嘅，話哇秦國咧啲人咧係好有文化、好有制度嘅，咁同我哋中國人好相似嘅，同漢人好相似嘅，咁所以咧就叫佢哋做大秦啦，都當同佢哋係同一種文化嚟嘅，同一種人嚟嘅咁呢個咧喺《後漢書》裏邊咧有相關嘅記載喺裏邊《後漢書》裏邊咧寫到明嘅呢度點解叫大秦呢度？
話大秦國啊，又有另外一個名嘅，叫做黎建或者叫黎軒，有啲書譯做黎建，有啲書譯做黎軒。咁啊，點解會叫大秦啊？就因為其人民啊，皆長大平正，光明正大嘅，好有文化嘅，有類中國，同中國好似，故謂之大秦啊。佢又講叫做大秦啊。咁啊，佢裏邊咧講到大秦咧，有好多好出名嘅嘢嘅。第一就多錢啦，土多金銀奇寶啦。大家知道啦。大秦羅馬帝國咧係用呢個嘅銀啊，白銀做貨幣，中國人咧係用黃銅。中國古書上見到黃金咧，其實係黃銅嚟嘅。銀咧去到明清時期先愛嚟做貨幣。明清以前嘅銀咧係非常之珍貴，咁所以呢度咧佢都寫明咧，佢啲好有錢嘅，啲金銀奇寶嘅有夜光璧嘅，有明月珠嘅，有好多呢啲嘢嘅，有黑雞西嘅。有珊瑚啊，有琥珀啊，朱丹啊，等等等等。最犀利就係有咩刺金嘅金柳衣啊，金柳啊。咁我哋去睇嗰啲刺繡咧，你見到咧話羅馬時期佢啲好靚嘅，大英博物館見到嘅。咁所以當時其實喺漢代啲人已經知道咧羅馬帝國有幾犀利嘅。咁所以後來咧話羅馬帝國嘅王啊派使者嚟，竟然係送啲咁流嘅嘢，象牙、西國呢啲中國都有嘅嘢嚟㗎，中國南部都有嘅即係諸葛亮啊打萬鑊嘅時候都攞好多。你送啲咁普通嘅嘢嚟，佢又根本懷疑根本就唔係大秦啦。咁所以啦，我今日咧文明古國嘅考證咧，再一次考證咗習近平之說咧就並冇史料根據咁啊，姑且退一步，大秦如果係埃及。可能有啲人主張大秦係埃及嘅，大秦係埃及的話咧，都冇寫明去亞歷山大港，咁所以習近平之說咧並冇史實根據先。第一點，第二啦就係大秦咧喺長久以嚟1900幾年嚟都視之為係羅馬嘅近代嘅歷史學家，無論係饒宗頤啊、季善林啊、岑仲勉啊等等咧，都認為係呢個羅馬帝國無疑嘅羅馬帝國我哋中國有試圖派使者去，但係唔成，因為俾波斯人咧就嚇怕，話要2-3年先去到最惡劣嘅情況。羅馬亦都史料記載咧，喺中國嘅史料記載有派人嚟中國，但係中國人咧都懷疑嗰個使者係假嘅咁所以正式嘅交往啦就都係冇呢個證據。兩大文明啦，點解冇呢個證據證明就係因為中間有波斯帝國，後來嘅安息帝國隔住咗，再後來有阿拉伯帝國，即係大食國。再後來嘅就有鄂圖曼帝國，所以呢個亦都可以說明到點解後來哥倫布、麥哲倫佢哋要環球航行，要嚟到中國啊嘛，要去印度啊嘛。點解葡萄牙人要發現到好望角呢條路線啊？就係因為要繞開波斯、繞開安息、繞開大食、繞開奧圖曼、繞開呢個嘅中東人。所以今天呢個局面仍然係未解開嘅。點解呢個以色列復國得到西方人咁多支持啊？就係因為長久千幾年、2000年嚟呢個異國嘅文明啦，同埋西方嘅文明啦，都成為咗一種壁壘隔絕咗咁所以安插以色列喺呢個嘅近東，其實就係要震懾呢個嘅波斯或者後來嘅伊斯蘭文明即係大食或者係奧圖曼帝國啊嘛，要震懾佢唔希望咧呢條絲綢之路咧喺陸路咧係受到中斷嘅。呢個就係對西方嚟講有2000年嚟嘅心結，就係咁解。所以咧讀歷史咧就能夠明今天嘅事理係如何重要嘅咁我哋會員影片咧仲拍咗呢一條咧20幾分鐘嘅，就比較6大文明當埃及人咧起緊胡夫金字塔嘅時候咧，其他文明喺度做緊啲乜嘢？咁未睇嘅朋友咧，再 YouTube 或者 Patreon 嘅會員咧就可以睇到嘅。多謝大家，仲有好多獨家內容希望大家去支持啦，知識有價。VIP 會員咧仲可以無限重溫翻以前嘅內容添。多謝大家，拜拜。